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今天是世界问候日，所以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几位非常会说话的嘉宾。现在进入标书环节，孩子情窦初开，推荐大家一本书，漂亮。我真觉得他们需要多读一点书，所以您要推荐两本书，7本。吴总，您在那边7本了，7本，回去要看6年。我们讲过一本书以后，这本书的销量能增长100倍，100倍。幸凡明灯自尔赛啊！我后来就觉得大屏幕始终凸显不出我的优势，因为我讲的东西太高端。哎呀，你看，哎呀，这嘴角上扬的。哎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你这话说的，我们就是台上就有一群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录了，这是。凯叔现在是中国所有的孩子心目当中最会讲故事的人，主要是凯叔发光，这一看就不懂物理，这只能反光。樊登兄当年的西安交大辩论队人称西交四剑，哪个剑？君子剑。君子剑是岳不群，你知道吗？我觉得韩哥是3棱镜，嘉宾只是一束白光，在韩哥这儿一折射是彩虹。哦，不是彩虹，是彩虹屁。各路说话高手聚集，还有沟通达人前来挑战。有些专业的专业壁垒是很高的，一些像低门槛的工作，比如像主持人啊什么的。能说话拿话筒好像都能当主持人，但是能成为好主持人难度太高。是的，非常是吧？凯叔觉得他和别的导游有什么不一样？他的视角不一样。马文才是冤枉的，我是马文才的支持者。哎呀，一个专业的导游没有秘密。樊老师就特别不愿意八卦，哎，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暴露了，完了。今晚天天向上，教你话要这么说。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深陷沟通怪圈里，好好说话，怎么你不可以？我们乐于诙谐的话语，深陷恼人的风景，沟通技巧怎么说都可以。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深陷内心花园里，不会说话，怎么哭都可以。我们乐于诙谐的话语，身处社交的环境，学会表达，怎么笑都可以。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总是紧张的哑口无语。如果结局能够是喜剧，让我怎么说都可以。我们终于释然的年轻，学会表达其实不容易。浪中归溪，波涛涌眼底，从来由不得我和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大家来到由长康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原味原香，绿色长康。让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向上节目主持人汪涵。各位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今天我们还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陈明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代班主持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欢迎啊！这真的是节目开播以来啊，对主持人嘉宾啊，真的是最好的一期节目。这是烤肉摊的范儿啊，对，什么都有哈。今天呢是世界问候日，我说句真心话啊，我之前还真不知道有一个世界问候日，每天都有一个世界什么日，只是咱们不知道，是吧？对。现在好像年轻人
疏于当面的这种是问候了吧？用的少，而且现在问候基本上靠表情包，还真是，是吧？还真是。敬我们的友谊，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就是经常发这种，用来表达我们的问候。对，这个节日最初设立的意义呢，就是真心实意的啊，传递一些祝福啊，对，或者是善意，表达善意，对。其实人与人之间交流啊，很多时候跟语言有关。我曾经就想过，人类出现语言最开始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有一本书叫《人类简史》，你看一下，就是人类出现语言的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大脑的突变，然后我们人这个吞咽的部分是一个 bug， 你知道吗？只有人类会被呛死，只有人类会被呛死。本来大家还准备动手的啊，你一说人类被呛死的话，一桌东西都不会动了。这个离我们远点是吧？这个功能的损失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发音的多变，对，所以人才能说话。人会说话以后，才能够描述你看不见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也出了2本书啊，就叫《从火到弗洛伊德》，就讲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讲话。现在进入标书环节哈，标书环节啊，你知道那套书是在我直播间卖火的吗？啊，真的吗？现在是标直播间啊。上半部叫从火到弗洛伊德，对，下半部叫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那人类思想史特别棒。那我感觉名字是从樊登到火，哎，就是到你这儿来就火了，没那么老，没那么老。从弗洛伊德到樊登。其实说好了一句话，可能会2个人就会成为朋友。我们所谓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啊。所以我们本期天天向上呢，就为大家请来了几位非常非常会说话的嘉宾，而且是话不投机的啊。我在这里首先想问一下樊登兄和凯叔，当初怎么就放弃了做主持人，然后就去讲书和讲故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你这话说的，我们就是台上就有一群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当时还想说给我们留条活路呢。正相反啊！这个话说的好与不好啊，一下子不录了。不是，真的好与不好，全在于别人挑不挑理，你知道吧？听不听啊？你不挑理就行，你接着听。干了好多年主持人，突然有自知之明了，发觉自己一定不是最好的主持人那一类的。而且突然发现录节目吧，就是自己录不出幸福感来。就觉得自己不是真喜欢这件事儿，而是这件事儿是重要的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给孩子讲故事，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然后给幼儿园的孩子讲故事。就突然带来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是每天我那后台孩子们跟你聊天啊，凯叔，我想听什么故事，等等。那个时候我就是唯一的客服，每天早上睡醒觉之后起床坐在马桶上，第一件事是客服，就给回复孩子们的留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到冲水声啊。你让孩子们跟孩子们的家长知道你在哪儿做的客服。好，樊登兄当时怎么就没干这一行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语言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维特根斯坦呢说这个世界上不是吧？一上来就维特根斯坦，能不过渡一下？登歌语言的起点是维特根斯坦，叫什么？维特什么？好嘞。人类所有的烦恼几乎都是来自于对语言的误读。对，就包括你问我是怎么做樊登读书的，其实有好几个回答的角度。我们最想听时势所迫啊，好，因为这样我们快乐。对，我后来就觉得大屏幕始终凸显不出我的优势，因为我讲的东西太高端。你看，哎呀，对，你看这嘴角，这还怎么聊？哎呀，我有个习惯。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我都会去找本书来看，一定会，带孩子、养宠物干什么，我都会找一个书来看。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这很好啊，这特别管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读书来解决问题。结果我发现我身边的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很多人宁愿吵架，宁愿拿头去撞，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对吧？拼命的去吼孩子啊，去干嘛？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不读书呢？今天在听课。陈明，就是好像听说你的太太和这个是我跟凯叔连金连金。
对对，我老婆跟凯叔的妻子是闺蜜，大学室友，同班同学，又是一个寝室的，对。哦，你这么大年纪啊？我说什么？发量还这么多？对，我们都是60后啊。我刚看你还唱歌跳舞呢，我觉得挺年轻。你挺年轻，看不出来哈，看不出来60后哈，不是60后，是60后。然后樊登兄跟我们又是辩论界的老相识，也是辩论界的前辈。然后樊登兄之前就是很有名号的江湖上，当年的西安交大辩论队人称西交四剑。呵，这是骂人的话。不是，你把那克字哪个剑？西交四剑，而且每个人都有名号，真有。樊登兄之前是一辩，我记得君子剑，这特难听，温文尔雅。君子剑是岳不群，你知道吗？君子剑自强不息啊，自强不息啊，自强不息。当时还有二辩，我记得二辩是独孤九剑，郭宇宽师兄，然后就是反应特别快，防守反击。三辩是陆一鸣师兄，倚天剑。叫气贯长虹，正气凛然。然后当时自由人弹起是流星蝴蝶剑，哇，文采斐然，上下翻飞。然后樊登兄在里边一辩那个剑气纵横，在舞台上给所有人留下印象非常深刻。我最贱。我们本着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大家想不想来看一下樊登兄和陈明老师2个人之间的这种辩论？咱们在等这个环节了。哎呀，你知道，陈明是一直没离过辩论圈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辩论，还是 BB King。登哥是一直引领着辩论圈。不，他是我太会说话了，这个。江湖上没有登哥，但是一直有登哥的传说。对，君子剑，我叫做22年未识兵戈矣啊，真是。接下来请这个樊登兄和我们的陈明去到我们的观点陈述区，我们不讲这个辩论区，好不好？我们到时候看看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我们都举手来看接受谁的观点。这样，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出一馊主意啊，在那儿啊，火药味不强。好，这不只是他们2个辩论高手之间的对决，这也是西安交大和武汉大学的对决。不能，完了。这是荣誉的问题。我建议啊，咱们别溅一身不该溅的东西，把桌子让给他们俩，一头一个。好，看热闹。哎，咱们看热闹。我的天，咋能扯上母校了？什么题目？拼命加班想让老板知道，究竟是直接说还是委婉说？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我都行。他一说都行这2个字就是挑衅。这凯叔，那我就选直接说吧，直接说，因为我个人的观点就这样。樊登兄好，加班要直接说，拼命加班想让老板知道，最好应该直接说。因为我自己是个老板，所以我特别希望知道我们的员工当中谁是特别有进取心的，谁是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公司里边有长足发展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把和老板沟通当作是一种向上的通道、终南捷径，不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你的工作之一。而你既然已经拼命加班了，你一定要让老板知道你做了哪些东西，否则的话，老板可能跟不上你的节奏，而且你也未必知道你所做的事儿是老板最近最为关心的。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推荐2本书，推荐2本书。这里也可以，来个这么大。我觉得樊登兄啊，姓樊名登字尔赛。哇！大家统计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樊登兄从坐在这里到站着，一共给我们推荐了几本书？叮1本，叮2本啊。一本书叫做《权力为什么只为少数人掌握》，它的核心就是要告诉你说，权力的分配是有它的机制的。为什么有的人也干了很多的活，但是迟迟升不上去？实际上核心是在于这个人做的事儿未必是老板想让他做的，因为他跟老板沟通太少，他根本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得让老板知道你在做什么。还有一本书叫《年羹尧之死》，这书特别有意思，作为职场参考书非常重要。雍正皇帝给年羹尧写的信特别多，非常多的朱批，挖心掏肺的跟年羹尧讲自己的想法，但是年羹尧回信永远不冷不热，很少讲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而且对雍正最关心的话题根本不予置评，这个导致了雍正和年羹尧之间大量的嫌隙。所以一古一今2本书，我觉得都能够给我们职场当中的人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让老板认识到你，
最好直说。如果一个老板连这样的直说都没法接受的话，也不是一个什么好老板。啊，谢谢陈明兄。哎呀，讲得好。刚才登哥啊，其实论证的核心是自己做的事情是需要让老板知道的，所以结论是应该说。但我们今天题目是要直接说还是委婉说？就是说我们俩都是要说的，但是说法不同。登哥倡导的应该是 directly 直接进去，打开门，老板，我昨天晚上加班到了9点半，谢谢你，我们出去。你猜老板什么心情，什么感受？这不叫直率，这就有点二愣。我们当然也要说，没有更委婉的方法。这委婉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情境，你在办公室里讲，我觉得不合适；宵夜场上可以聊一聊。如果喝茶的场景讲不合适，酒后可以聊一聊。我们不要直接说，老板，我加班到了几点，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疗法。哪怕比如说，哎呀，老板都没有时间跟我们聚一个餐啊，喝了2杯酒，你看都没有时间吃晚饭，每次跟老板吃饭都是宵夜。哎，这其实情感也表达到了，但是下班时间也微微的点明了一下。所以今天的职场可能不是古代那个哇，皇帝要写朱批跟年羹尧更新的那个沟通的职场，也不是外国的，因为我们承认西方的环境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直率。同样的一句话，在那个文化环境下讲无伤大雅，在我们环境下讲，你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告诉了现在的年轻人，像登哥说，你就要直接说，你就要直接说，却又不告诉他直接说的方法，哇，荼毒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推荐2本书。这个时候我实在是想不到2本书来推荐，但是委婉说说话技巧，我可以推荐像《天天向上》这样好的节目呀。这样的节目里面讲的，其实核心都是我们既要表达，又要高效的沟通，又要最适合场景、最适合对象、最适合老板的方式讲。所以我推荐的是：第一，一定要说；第二，不要傻乎乎的直接说，都是成年人了，大家用最合适的方式委婉的说。谢谢。我的妈呀！你看，我觉得陈明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呢，叫做职场摸鱼学。对吧？你在职场当中摸鱼，晚上熬得很晚，还希望让老板知道，你不能够把这里边的东西这个跟大家明讲。然后这个时候还希望通过等下一次饭桌上酒局的时候再讨论。请问职场上班的时间到底该用来讨论什么呢？东哥说要直接说，对不对？那就示范一下好了，怎么直接说？有那味儿。直接说，老板，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到了3点钟，我们把这个程序现在调整好了，目前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就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那个 bug 了。您可以试用一下，感受一下，就好了。哎，核心并不是在讲加班这件事儿，刚才这个直接沟通效果很好，但是其实已经绕了一个弯子，在讲的是我的效果好，我做的项目优秀，顺便加班到了3点，哎，我觉得很委婉哦。直接说不等于直接打卡。哦，怎么讲？我们不是只要打个卡就走了，直接说是要跟老板讨论工作，所以直接说不代表直接胡说呀。那是不是在说到加班的同时，要带到很多附加的信息，比如说我工作的成果，比如说我带来的效率，比如说我给公司创造的价值，这些是不是都比加班这件事情更加重要？核心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在工作上，还是你的心在自己的升迁上？没错，那我的心已经有了，拼命的加班的行为也已经有了，说的方式哪一种更好呢？是直白的讲我加班，还是加上您刚才那么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传达给老板呢？刚毅木讷近人。所以说自己该说的话，把内容讲清楚，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那如果刚毅木讷，干脆不要说加班，让老板直接看到成效，绝口不提，那岂不是更上乘的为人处事的方法？你说这个呢，连委婉说都给颠覆掉了。没错，咱不要把整个辩题都颠覆掉，对吧？话要别说了，变成。对。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别说，如果非要说委婉说，对吗？不，核心还是一定要让老板知道公司在发生着什么。非常好，要让老板知道公司在发生着什么，而不是只知道自己加了班，对不对？加了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你说的你自己的事儿啊。但是其他的事儿是不是更重要？加了班应该委婉。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好嘞。接下来大家来举手示意一下。接受樊登兄的话要直接说，请举手。接受。对，我觉得就直接说啊。接受陈明兄说话要委婉说的，请举手。你是想证明你有2只手吗？不是，这2个人说的是一回事儿，你们不觉得吗？这边说我要直接说，
但是在我要直接说的过程当中，其实目的是讲我们的工作成效是什么。加班这个信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说这叫直接还是委婉呢？如果把这个话题直接推到一个极致的话，直接说就叫我加班了到3点，拜拜。这正常人不会这么说。陈明这是辩论的一个特别简单的技巧，他的技巧就是模糊概念。他从概念上下手，但是模糊概念就什么话题都说不清楚了。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看要是看交锋还是陈词。如果大段的说法，其实跟短交锋的说法就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刚才沾光在哪儿呢？他让我选观点，就是人家常练的人让着我们这个手生。我的天，前辈，君子剑，不要黑我们啊！几位年轻的朋友觉得怎么样？我是听那个陈明老师就是讲话，像您一样接话特别快，感觉登哥刚说完，然后明哥能马上就是接一个他不同的观点，然后把他给驳回去，就特别厉害。登哥，我其实挺赞成李莹的观点，就是直接说。他如果在酒后去说的话，万一老板忘了呢？完全有可能。喝大了，他不记得了，他就说啊，你说谁？你是谁？他连你是谁都忘了，真的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方2辩，对，绝对。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首先去了解我的这位老板他到底是什么性格。如果我初入职场，我会去问他是一个喜欢听什么样的话的人，对症下药，这样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不，连这个我都反对。好，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琢磨老板，老板最讨厌员工琢磨老板，就是你要好好干好你的事儿，完全发自于你的真心就好了。我跟你说，登哥这是真辩手，发起狠来本方2辩也打。我告诉你，真的，这叫万箭齐发。因为我觉得刚刚好像登哥对我说了一个这个其实我觉得，但是不，连这个我都反对。录下来。那就是这样的话，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用语言沟通解决不了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应该还是有。那我先说好了，我觉得肯定有，所以我今年参加了一个拳击节目。你是不是打不过人家？那个什么？还可以，我看那短视频把你打得挺厉害的。住手！打到再一拳！哇！哇！烧饼的右手切角度，一拳打在陈明的耳根上。对是，但是那是我自己想去挑战，就是语言之外的一些很多空间的地方，让我感受到很多，其实涵盖像刚才登哥说的思考的部分，涵盖理性的部分。但世界不是只有思考、理性和知识，它还有直觉，还有感性，还有冲动，还有荷尔蒙、多巴胺，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你这种特别说话的这个拳击手打拳特别招人讨厌？来，上点价值，来上点价值。还说啥玩意儿？整呗，这家嘚吧嘚啥呢？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像小七，你们会不会有？我们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那么圆滑。但是呢，你就是觉得我们都特圆滑？不是你为什么就没那么圆滑？环顾了我们一圈，我就是没那么圆滑。因为凯叔的视角总感觉，哎呀，太圆滑了，不错。你觉得导演特别好，在你那里补了一个光？对，这今天很亮眼这个舞台。但是网友有一种评论我有看到，他说登哥的那个读书是不是会有一种碎片化倾向，使得很多现代尤其是年轻人失去了长阅读和整体阅读的能力？谁去完整的阅读呢？对不对？我跟凯叔是去年的全国阅读推广人，全国只有3个人。因为我的那个数据能够看出来，我们带动了学术书的销量。我们讲过一本书以后，这本书的销量大概能增长几10倍，高的到100倍。对，所以我们根本不担心说你听了以后不买书了。反过来，如果你真的没有去买书，也不是什么特别遗憾的事儿，因为你至少还听了。所以，任何一个新的知识传播方式在出现的时候，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你知道人类最早质疑的是什么传播方式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反对的是用文字来传播，就你写个文字来传播，肯定是假的。因为那个不是我的真人，是浓缩了我的经验。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了印刷机，对吧？印刷机出来以后印书，大家反对印刷的书。但如果今天我们还手抄书的话，人类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所以我经常就劝大家说，对于新的东西体会一下很重要。汽车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个规定，不能开得比马车快，因为马车夫会失忆。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那个英国卢德将军大罢工，号召大家去砸织袜机。因为这个织袜机已经造成了绝大多数的这个职工失业，对，最后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卢德这么一回事儿。结果呢，
织瓦机没有被砸。这里边要补充2个信息很重要，因为我最近刚刚讲过工业革命的书。第一个呢，卢德分子真的有这回事儿，但是卢德分子在法国是成功的，但在英国失败了。哎，我们是从什么问题聊到了工业革命？因为任何问题都能够聊到工业革命。我觉得这一期很不友好。你看工业革命这种什么文艺复兴都把它讲困了。没有啊，没有。吴子林说，没有啊，没有。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啊，跟家长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很多人担心，孩子们听了凯叔讲故事之后，就只愿意听不愿意看了。会不会影响孩子们的阅读的这个？哎，我看今天是鸿门宴，你发现？我发现了，先质疑我，都是带着刀来的。你看，该你了。其实这个听是什么呢？其实叫听读，然后我们叫视读，这俩加起来叫做阅读。比如7、8岁的孩子才能读懂的一本书啊，你讲给4、5岁的孩子听，他是能听懂。对不起，他看不懂。但是就在很早的时候，听大量的这些信息、知识。感受、情感积累了他未来进入到视读环节的那种自由。他有这种内心的这种驱动力了。对，所以好多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特别愿意听，但是到了适龄的年龄，我发现他看书看得少，为什么？很简单，回家问问自己，自己回家之后您读不读书？对，孩子是你的镜子。对啊，所以其实我算是听明白了，10字之前听凯叔，10字之后就读登哥的啊，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千万别这样，就齐了，因为人和人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哦，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樊登，也从来没有听过凯叔，没有任何问题，但一定要看《天天向上》。对，我知道也没问题。这个我这肯定的，我觉得总有些共性嘛。一定要看《天天向上》这个论证是怎么来的。我们从工业革命讲起。你看啊，我们刚刚听了几位嘉宾就讲了很多啊，我们下面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多这个说话困难。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呢，为了考验一下小兄弟们的沟通的技巧，你们每个人面前呢都摆了一盏灯，谁的灯先亮起了，谁就要上去应付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接下来看看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上场的是谁？哇，随机的吗？啊，随机的，紧张，不要因为太紧张把它给扭掉了。哦，吴子林，就是今天终于要开口说话的吴子林要登场了。这是我讲的第一句话，各位老师，你们好。好，场景是这样的：吴子林初入职场，来到我们这个天天向上文化传媒公司啊，来进行面试。非常幸运，他跟公司的老板呢乘坐一个电梯。他要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向老板介绍自己？那我就来给你搭一下这个戏，好不好？好，那太吻合了。老板，哦，不是那个，这位先生，啊，你好，我是那个刚来面试的一个那个面试的那个，就是你们公司的一个职位的一个员工，那个大学生啊，很好，然后就是不知道您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你不刚才叫我老板了吗？我不确定。我快到我要去的楼层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对，那个我要说就是，其实我的工作能力挺强的，而且也是刚毕业，然后也是初入职场，比较新鲜，哦，不是那个，不是比较，怎么说那个，就是好，电梯门开了，祝你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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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呀？刚才有几个大忌啊，第一个就是你绝对不能够问他是谁。哦，对你知道他是老板，你问他是谁，这是非常不敬的一种方法。哦，老板心里会很不高兴。好的。老板觉得说，哇，你都不知道我是谁，那种忽略感。还有就是你从头到尾也没说过你叫什么。一个人不说自己的名字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对，所以要把名字说出来。第三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些我很能干什么这种话，都是空泛的虚词儿。这种虚词儿不传递任何的信息。你应该说的是我擅长做什么东西。咱们公司现在正在招聘什么样的职位，哪个职位我一定会好好干，而且如果不会，我一定会努力的学。我希望老板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哦。
明白了，明白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一个动作啊，会比一句话呀更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两个同时进电梯，你作为一个晚辈或者是来一个应聘的人，我觉得你首先啊，第一句话就是“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去几楼？”哦，然后你把楼层一按好。哦，先生您好，我刚好也要去9楼，9楼有一家特别好的公司，我很想去应聘。对，任务细无声。对，然后其实楼层差不多已经到了，电梯打开，做一个非常谦让的动作，把电梯门稍微扶一下，先生您先请，啊，谢谢。然后老板到了公司之后，直接找人力部门。我说我们那个电梯间不需要电梯工啊。我说这公司成本、运营成本怎么那么高呢？啊，直接开掉了。直接有可能新增一个岗位。刚才遇到那小孩啊，做电梯工挺好。你知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员工，就是跟我说了1分钟左右的话。哦，您碰到过这样的？我碰到过，就是我有一次去上海直播，因为我平常在北京，到上海去公司比较少，然后参加完直播了以后，出门走到电梯口，一个女孩跟过来，就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主播，她说：“樊老师，我是奥美出来的。”第一句话，樊老师是奥美出来的。我觉得咱们公司的品牌形象需要规范。需要上升，对，因为咱们现在公司也这么大了，但是咱们做的很随意，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愿不愿意回头找个时间听一下？3句话，刚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需要胆量这样子。对，小七，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怎么做？小七来一个，小七来一个，我要来一遍吗？凯叔，我呀，对，凯叔当老板，凯叔演老板比较像。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这个谢谢您刚帮我拦一下电梯啊。哎，您刚刚没按楼层，您是几楼？我没按楼层，我怎么上来的？您是一直在这电梯里待着的。你说你要干嘛吧？不是，因为我刚刚一进来，看到您有点紧张了。为什么看我紧张呢？一眼认出您来了。哦，您是汪涵，没带发套的我。您的这个头发怎么变化还挺大的？最近有点谢顶啊。是，那肯定是我这个疏于了解了，因为我是刚刚来到。你快点进入主题，快进入。放心，没关系，这排的电梯那个每个按键我都按到了。救命啊！不要在意，今天说不完，谁也别想出去。哎，我遇见绑票的了。这个是反向操作了一下。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樊东兄，是不是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去表达自己？我是觉得没必要，缘分不可思议，生命当中你能够碰到什么事儿，什么事能做成，你的努力程度恰如其分就好。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他们的感觉就是机会很难得，对吧？保持礼貌就好，我觉得礼貌很重要，就够了。其实反倒到了一定阶段的人，他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领导者的时候，他有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你的这个状态，务实的这种状态。你就包括刚才樊东兄说的，他们公司的那个女孩子，她有员工的那种状态，对，而且是我愿意为公司去奉献的那种状态，对。但是那个其实有门槛，对新人来说，他不太具有可借鉴性，因为他的第一句话最关键。我从奥美来，就其实一下子就到了，我接下来对你的建议具有可听性。但是一个新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很难有这种。我给你介绍一个新人找工作的一个经验哈，因为我没有找过工作，我不知道。我是真没有找过工作。然后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应聘到一个非常著名的500强公司，我们学校整个就进了3个人，其中有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应聘成功的？他说我首先搜了所有关于这个公司的新闻，然后我给这个公司的这些东西做了一个排列，然后觉得他们的强的点在哪儿，短板在哪儿。我在应聘的时候讲出了我对他们短板的那些看法，以及我觉得应该怎么做。实际上你讲这个可能是很粗浅的，因为你一个年轻人了解不了那么深，但是那个面试官觉得这样的人有前途，因为他有野心，他有想法，而且愿意干活。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都不做功课就来这家公司，你根本没有看中来这家公司的这个机会啊。有的时候我面试的时候，我最后一个问题都是一致的，就是你还有什么问题问我吗？有一半的人想了想跟我说，没有问题啊。
那基本上就把这次沟通画了一个句号。那其实这就是个机会给到他了。对，有什么问题问我？那这个公司的使命是什么？你们到底要干成什么样啊？未来10年有什么想法呀？您对我这个岗位到底有什么要求啊？没有那种就是我招聘上了就薪水大概是多少，没有这种啊。到我这儿基本上不谈薪水，不谈这个了啊，谈的在前面都被刷了。对，这肯定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第2个场景，我们来看一下。小天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工作量很大，但是工资却很少，于是想跟领导，你看就说到了吧，升职加薪了，升职加薪了啊！对，终于要来了。就你们会怎么做？盛亨，来，你来。好，樊登老师在您的办公室，盛亨去找你。老板好，老板好。小陈来坐。啊，好，谢谢。老板啊，就是你也知道，我去年拿了最佳业绩奖，然后我对公司的规划其实是有一些小建议。你需要多长时间？2分钟，没问题。好，就是吧，我其实也做了个方案啊，既然我的部门的业绩能蒸蒸日上，我就想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部门的同事，好让我们公司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啊，这个生机勃勃。但是我觉得现在缺乏一个领导者，您有好的建议吗？你的建议呢？我觉得李嘉欣和那个王胜志都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方案，我觉得我自己做出来的方案可能更亲力亲为一点。你要做什么职位？就是统筹各个部门，然后成立一个人力资源部。做的工作和我的这个收入能够匹配一些，就希望能够涨点钱，是这意思吗？目标期望是多少？您觉得呢？因为你找我找得很突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对这个市场行情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告诉我大概你的想法是多少？小小的提升一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多少钱？2000万就可以了啊，2000万呢？2000万。你现在的工资多少钱？我现在的工资啊，8000块一个月。对。OK， 有点高了哈。那个，你这样吧，因为咱们公司是有一个体系的，我们会参考整个市场的价格。如果你的这份工作在市场上的价格确实要比现在的高，我们肯定会涨。但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也没法因为你一个人而打破整个公司的架构。我不是一个人。我团队这位挺厉害的。谁呀？汪涵。汪涵。汪涵也在咱们公司。对。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哈。行吧，那个我跟他们商量一下，下周3给你一个答复。好的，老板，好吗？好，回去先上班吧。好真实啊！我觉得他是犯了好多错误啊。你比如说，最终说我这个团队其实还有一个人能把你做，这是要挟。对，还有一些员工提升职加薪的说真的，我其实最近很多猎头找我都没有走。对，我喜欢这家公司，但是在老板听起来也是要挟。对，你不给我涨薪，我就要走了。还有，你跟老板提之前你的业绩，我拿了年终业绩奖，老板脑子里第一个意识就是，我不是奖你了吗？发过了，已经发过了。作为我们应该怎么提呢？我们带着老板看未来，先利他再利己。我先想想，如果给我升职加薪，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可是你要先说的是，我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对吧？最近这个我知道公司其实在短视频业务上享有突飞猛进的进展。我原来是负责的新媒体这块，原来新媒体的这块的业绩其实证明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能力，而这个核心能力，我认为可以牵引到短视频这个行业当中去。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重任放在我的肩上扛？如果未来我把这个业务做好了，那我的薪资和职级，我希望您考虑考虑。永远不要想着我今天谈就能涨，今天谈是涨的开始，你要做到更好啊！如果老板不同意，别泄气，马上再说。那老板真的我是特别渴望能够成长进步的，那您觉得我想登到这个岗位，我未来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您觉得我就可以合适？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完之后，您的员工一个一个会来跑来跟你加薪。
对，出去！你在节目里可是这么说的，我欢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我欢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跟我去谈。你看这段视频啊，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啊，你就照着这视频做，对吧？就照着这个做。樊登兄，你有没有这种就是跟自己的上司提加薪？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曾经跟我们制片人提过待遇。就是我那时候把节目做的收视率高了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一个主持人应该有自信，主持人的自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让一个主持人过上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我觉得不过分。我就跟那个领导讲，我说大概我觉得多少钱是合适的，我说您可以考虑一下。对，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我还会继续好好做节目啊。但我这个很重要。但我觉得我提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为了咱们双方都能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后面那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算你不加薪，我都会很努力的工作啊。这句话我们的老板后来就给我加了，好老板。对，我真觉得他们需要多读一点书。所以您要推荐2本书，漂亮，7本。吴总，您在那边7本了啊，7本，回去要看6年，我感觉。第一本书叫《关键对话》，关键对话里边最核心的是你要有2个大脑，一个大脑负责氛围，一边负责内容，哪个脑优先呢？氛围内容吧，一定是负责氛围的脑优先。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这个谈话的氛围是安全的，是为对方着想的，然后再去谈那个内容。所以关键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个书非常好。还有一本书叫《不拘一格》，不拘一格讲的是网飞的整个企业管理，它的核心就是你要大胆的跟老板谈薪酬。像我们公司的特点，不怕你多要钱，但是你得证明你是这个市场里边最优秀的。就你值这个价格，所以你看管理里面真的是太多的讲究了。是的，是的。对，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这种场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比如说在生活和职场当中，有求助于别人啊，这个第一个口该怎么开呢？老师，求助是一种能力，对吧？求助不是证明自己是弱者，但是大人好像越大越不懂这件事情。越大越觉得我只要求助了，好像我就是弱者，我就欠了一份人情。但是人情是在用来用去、帮来帮去的时候，不断的变成莫逆紧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求助这件事，大大方方求助。比如说曾国藩家书，他写给自己的孩子写信，经常让他们干什么？你没事管邻居借钱。为什么？为什么要借钱？第一，告诉对方，其实我们家过得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好，对吧？第二，非常重要，就是让人家帮咱一点小忙。借钱这个事儿我记住了。但是我觉得人有拒绝别人之后的那种补偿心态，比如说韩哥，那个最近我资金链有点紧张，能不能借我500万？你给我3天时间，我回家开个会。这已经拒绝我1次了哈，拒绝我1次。韩哥，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帮我哈，那就是能不能让广告的费用给我打个1折？这也能帮到我。打了这个广告我就有流量，行不行？好，我尝试着去商量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能力跟我的话语权能不能够帮您打到这1折。对，又拒绝我1次哈，第3次。我最近搞了一个活动如果韩哥能出席一下那个活动，帮我带来一点人气，兴许我这个产品就能卖出去，就不借钱了，您就能来一趟就帮兄弟吧。其实从心理上来讲，我特别愿意去。如果说您那个活动能够打个报告到台里，我绝对欣然前往。你看。梯级的感觉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实际上很有可能我就是想免费请韩哥给我上个台。是的，前边那2个都是幌子铺垫，哇，都是计谋啊。凯叔所用的刚才表演的那套东西，在心理学上讲叫做纯粹接触效应。你对这个人本来没什么感情，接触了1次，又接触了1次，又接触了1次，慢慢的这件事情反倒成了你的一个责任。这叫纯粹接触效应。哎，韩哥，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聚会凯哥或者登哥是您的朋友，然后我也是您的一个朋友，我和登哥先来了，我们2个是互不认识的。但这种情况下怎么破冰呢？因为生活中经常遇到，我感觉找他借钱呢，先借500万，借钱借500块，
我感觉这种场景是我们生活中遇到比较多的吧，像那种什么家庭聚会啊，来了一个远房亲戚，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的爸妈正在做菜，你们俩要聊什么呢？就互相看手机了。互相看手机吗？哎，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你最近拍的这些照片，他最近拍的照片啊，有一种互相看手机的方式是，哎，你那手机什么型号？对，我这个。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大概要怎么会处理会好一点？比如说可以找共同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对对，我跟吴泽林就是这么认识。你们俩就是聊共同朋友。见我的眼，哦，来了，我说你是那个朋友对吧？我说是，然后我们就认识。我说话是这样式儿的吗？他是机械舞的一个 feel， 对吧？哦，来了。樊登兄，您会选择想办法去破这个冰吗？我最怕参加 party， 因为我儿子喜欢 NBA 搞了一个 party， 就请我们去。去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尴尬，因为谁都不认识，但是有人认识我，愿意跟我照相。你看，兴奋明灯自尔赛啊！哎呀，不，我跟你讲，我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老老实实陪人照相，因为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其实是有社交恐惧。遇到这种特别热闹的地儿，我能推就推。能不去就不去。我跟樊登挺像的，我受不了那种鸡尾酒会，穿着晚礼服的，这个洋装都穿在身的，到处拿个香槟杯，然后转头跟谁都能聊。哎，我站在这个环境当中是极不自在，浑身那个头发都往上立，就那种感觉。头发都往上立，凯迪会有谁？能立吗？凯说他头发立得多都飞走了。对我基本上就找一角。还怕一种情况是聊得太火热，就特别是怕那种遇到滔滔不绝的，然后你也插不进去话去。后来你发现，甚至这个话题呢和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你怎么这么说登哥呢？你这什么态度？你这听着我都听不下去了，登哥，你这不能忍吗？哎呀，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不是才求助的吗？对不对？我讲一个小知识，能缓解你们的社恐。您自己本身就社恐，你还讲小知识？社恐，先自己缓解一下。不，有社恐是好的啊。是我根本不想治疗我这社恐，只有一种人完全没有社恐，就是精神病患者。对，这个是心理学研究的结果。但是绝大部分的正常人遇到社交场合都会有点不舒服。慢慢我就学会不说话。你学会不说话？领导刷手机，我也刷手机，就坐那儿就不说手机。但是社恐你想要彻底去除是非常难的。我要去除的是对这件事儿的不舒服感。当你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是一个正常的常态的时候，其实你的社恐就不是一个病了，它就是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就会比较好。你一旦觉得接下来这个行为会让你不舒服，因为对方也会感觉到你的不舒服和尴尬。对，心里想你别过来，别跟我早会。你好。哇，最近忙不忙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一般在这个时候还有喝水。来，对，没干。杯子里面这些水已经没了啊，要的就是这个动作，好不好？我们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话题的转换，你聊到你这个话题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啊？生硬的话你会觉得不礼貌，很礼貌的能够打断这个话题，或者是扭转到下一个话题上面去，该如何去做到？太礼貌会不会就让别人觉得有点矫情了？多礼貌算太礼貌？比如说，你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肢体语言透露出他对这个话题已经进行不下去，身体抗拒，听不下去，捂住耳朵，然后他还是那种。是啊，真的，但是你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好逼真。其实核心还是凯叔讲的，叫去除私意，就是你心中想了太多的我的表现行不行，我这样舒不舒服，就会让周围的人都不舒服。但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只是安然的去感受，说今天这些人谁能够教我一些东西？哎，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天天向上怎么做的，我想知道一下。这时候你聊的话题就有质量，就容易聊进去了。但是刚才小齐那个问题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如果真的，比如说在节目现场，该怎么打断？比如说我们经常导演组要进下一个话题，但是天天向上请的这些老师啊，他是某个行业领域极其专业的专家，就这些老师他一讲到自己领域，他非常开心，他会觉得我第一次来天天上，我要把我知道的知识，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我想让通过这个节目让孩子们领悟到的，我要一股脑的说出去。但是节目后面还有嘉宾，我觉得在这一刻怎么办呢？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听他之前讲过的很多东西，你可以稍微说一下，陈明老师，对不起，我突然间想到您刚才讲的一句话，那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您刚才说那句话怎么，所以把那个下面一个问题拎出来 ，call back。对，
他就觉得第一你很尊重他，你很用心听他的，你似乎还听明白了，然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问题还要高级那么一点点，他就又来劲了。哎，我跟你说，其实那个话题刚好是我们想让他发挥的，因为话题要推进嘛，下一个话题要推进，一个一个话题。我很好奇，韩哥10几年时间舞台上，如果要选出3个名字，曾经的是韩哥特别想打断的人，有没有一个名单？我想一下啊，其实倒还真是没有。当然，就今天在现场的就不列入名单当中，要不然要不至少有一个，对，至少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就这3个。其实倒也不是，因为《天天向上》请来的嘉宾啊，10几年来都是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从业人员，翘楚，都是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他们每个人都像书一样，一页一页的向我们展开，我没有一个是想打断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没有打断别人，不断的倾听。我昨天跟小齐说，我们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会发光的是陈明，是樊登，是凯叔，主要是凯叔发光。啊嗨，对，他这一看就不懂物理，这只能反光。对，而我们呢，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打断别人谈话的时候，其实是敲碎了自己。但是韩哥，我觉得韩哥打碎以后是那种3棱镜，就是可能嘉宾只是一束白光，但是在韩哥这儿一折射是彩虹。也希望如此。天哪，不是彩虹，是彩虹屁。不过我觉得这个彩虹屁还是真诚的，这个真的是这是客观的。你看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是做父亲嘛，比如说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有了这个早恋的这个倾向了，凯叔会怎么跟他沟通？我这个场景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家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抱着她一晚上没睡觉，那一夜这个问题就基本想透了。哇，第一夜，一开始是愤恨，就看着我这么可爱的女儿，未来那个小东西是谁？他凭什么把我女儿带走？就是那个感觉恨呐。但是恨来恨去已经释然了。首先我要做到一点哈，就是我女儿有话愿意跟我说。这件事特别重要。当她知道你是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说喜欢一个男孩，我第一意识是我要让她感觉我跟她站在一起。棒打鸳鸯，鸳鸯没有散的，鸳鸯一定齐双飞。被人爱的感觉很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有那种爱的感觉也特别好。然后后边跟他谈怎么让自己安全，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只要能够让自己安全。爸爸不是说不让你干那个，不让你干那个，而是爸爸怕你受到伤害。你只要什么底线守住了，爸爸其实不反对你，不反对你对爱的体验。好爸爸，陈明，我真实经历过这一幕。我2个女儿，老二在幼儿园里回来，很严肃的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我要结婚了。”就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都有，对，因为他看电视剧，他就觉得那个很幸福。我要嫁给谁谁谁。对，然后说我们班有一个谁谁谁，我就不说名字了，因为怕他的家长也听到，怕他家长听到就真的同意了。哇，嫁给陈明的女儿，来了聘书。所以你们家姑娘，所以后来老二就回来说之后，我们还没开始说话，姐姐7岁读2年级，已经开始教育妹妹了。姐姐很认真的说：“你为什么想跟他结婚？”然后妹妹就说：“我老是照顾他。”姐姐说：“这不是你可以跟一个人结婚的理由，你愿意照顾他不是理由。虽然你跟他结婚可以照顾他，但是不能因为你喜欢照顾他而跟他结婚，这很危险。”你们家又出了一个辩手啊！我当时听到我跟我老婆相似，然后我说那你说什么情况可以结婚呢？姐姐就说至少要有3个条件。要有自我管理能力，第2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第3要对你好。7岁，这是7岁的女孩。然后我们听完了，我说这个价值观太正了，老泪纵横。我们听完这点心里很踏实，就是他未来哪怕早恋或者怎么样，这不对我们构成压力了，因为那个初期的价值观立起来了是最重要的。这个家庭就特别健康，就属于特别健康。您呢？我是儿子。儿子是吧？哎呀，我跟你讲，我也是儿子，一下子我就释怀了。儿子和女儿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但是好多家长呢是把这个事儿小题大做了以后，家长变成了高压锅。
家长的压力越大，这2个人在一块儿越黏糊。推荐大家一本书。哎呀，又来了，快记！吴泽林第几本了？第8本应该没错。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的青春期孩子为什么不和我说话》。我也推荐一本书，对，不推白不推。怎么给女孩子从小去灌输自强自立、自己爱自己的这个心境？推荐一本书叫《纸袋公主》。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女儿讲，公主和王子要结婚了，结果来了一个火龙，把王子给抓走了，一口火吐下来，公主烧得赤身裸体。怎么办呢？穿了一纸袋，纸袋公主是这么来的。纸袋公主说：“我要救我老公。”就找这个龙，找到龙之后，龙说：“哎呀，这我都吃饱了，你别找我。”他说：“你出来，我听说你很厉害呀。”他说：“我是很厉害呀，我听说你能吐火呀，你一口气能烧10座森林啊。”对呀，我不信。还能烧吗？还能烧吗？不行了，把他整吐了，把王子救走了。结果这王子出来以后一看纸袋公主这样，你是公主耶，哪有公主脏成你这个样子还穿一个纸袋来见王子的？公主当一脚把他踢飞了，奔着阳光飞奔而去。第一，女孩也是可以照顾男人的。第二，女人没有力量，但是最大的力量不是那个力量。第三，我尽管为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为你付出的每一点都不能变成捆绑我的枷锁。我的心生来自由。就是这些故事，你从小给孩子去讲，他的那个自强自立的种子啊，是一点一点种进去的，最后静待开花。特别好，这故事特别好。对，不管是哪一方面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埋下一颗种子是最重要的。是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所有看我们这一趴的年轻人，包括电视前观众的心目当中放下一颗种子，一个愿意说话的种子。只要你心里有了会说话的种子，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你只要碰对人，碰对那样的一个情境，你自然会，就像刚才凯说的，开出那朵花，静待花开，那就是语言魅力之花，那就是思想迸发之花，那就是灵魂闪耀之花。我们今天场上除了几位，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几位在自己本职工作当中身怀绝技、八面玲珑的沟通达人。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沟通达人团。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声音是每个人散发出的香气。我今天请你吃饭了。你们怎么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看问题？马文才是冤枉的，我是马文才的支持者。全国一共有1270所本科高校，再加上500多个专业，那么在一个省份产生的专业加院校大概有3万多个。有些专业的专业壁垒是很高的，一些像低门槛的工作，比如像主持人啊什么的。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我们今天场上除了几位，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几位在自己本职工作当中身怀绝技、八面玲珑的沟通达人。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沟通达人团。欢迎欢迎欢迎！人生成功路，志愿第一步。大家好，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高考志愿填报老师张雪峰老师。哇，欢迎雪峰老朋友。好听的话要大声说，不好听的话呢要小声说。大家好，我是让你变得更好听的声音导师李磊。别看我黑，爱情放光辉，我是能够带遍你游遍全国的导游小黑。哇，欢迎欢迎！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雪峰，我们刚才看见特别开心。这个可能我跟韩哥我们认识5年了，你都不知道我是教什么的老师。对。
教别人报志愿啊，是吧？对，原来我们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院校专业选择的指导，然后现在的话呢，就又开始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哎，那你平常主要是跟家长沟通，还是跟孩子们沟通呢？家长和孩子都要去沟通，因为他们两个的意见很有可能会不一样。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家长和考生对于有一些志愿填报的方式了解是错误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全国正在进行新高考的改革，很多家长，比如说每年高考志愿填报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更重要还是专业更重要？实际上这个东西应该是理工科，就是自然科学学科专业更重要，社会人文学科学校更重要，因为自然科学学科的专业就业对口率比较高。但是如果说社会人文学科的话，实际上地域相对是最重要，其次是学校比较重要。雪峰老师，你就说吧，武汉大学你觉得怎么样？武汉大学相当好，对。但是它不是说所有的专业都很，因为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你觉得怎么样？有你在，相当好。今年呢，我有很多同学的孩子考大学了，说现在好像报志愿可以报几10个学校吧。对，最夸张的是辽宁省报志愿，辽宁省报志愿今年第1年是允许学生报112个志愿，112对，填一通宵也填不完。对，112个志愿，实际上全国一共有1270所本科高校，再加上500多个专业，那么在一个省份产生的专业加院校大概有3万多个。学生要在3万多个选择当中选出112个填到自己的志愿表里边，并且排好顺序，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不是我认识的高考啊！高考什么时候变样了？今年刚改的。哇，湖南省是今年第1年新高考的改革刚改完，像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和甘肃，今年入学新高1开始改革，然后剩下的像河南、山西、陕西都是明年入学新高1开始改革，这个都不一样。小齐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离高考很遥远的事儿，何止非常遥远，这是一门课程了，成了。对，您看您平常就是跟家长也沟通，跟孩子也沟通啊。对，那种沟通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技巧。对，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要套近乎，因为报志愿这个事情，家长和孩子本身很紧张。首先你要让他们放松下来，缓解情绪。对。第二点的话呢，在报志愿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家长想让孩子学什么样的专业，孩子自己想学什么样的专业，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话，如何去调和？所以你还要调解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家庭调解员。对，因为他们经常方向是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家长想让孩子稳稳当当，但孩子自己他想乘风破浪。就是家长说你去当个老师挺好的，说你报志愿报个师范类学校，对吧？但孩子自己可能不那么想。他说我将来我想到一个银行去工作，我想去做投行，我想去做什么白领骨干精英。那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你要调和啊。首先第一步就让他俩相互理解。我首先会跟孩子说，我说孩子，你看你爸你妈他给你提什么建议，他也许说的东西你不认可，但是他不会害你，你说对吗？共情了这一下。是的。孩子说张老师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张老师你会害我。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第3个技巧了，就是要用极强的专业性去说服他们。这点他是可以，对，雪峰太强。对，因为确实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有很多专业的名字叫的比较模糊，就很多人不知道是干啥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好，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专业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你们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吗？这个专业我听都没有听清楚，都没听清楚。做中央空调的。您说对了啊，对，开始可以了，有慧根。对，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阶段，它叫做通风、通暖、通燃气及空调工程，所以说的话就要去给他讲解。这是门学问。对。包括像学医很多人说要劝人学医，天打雷劈，我不知道这不是他要这种。我跟你说，雪峰各种这种词儿。医学的学生他的书，他1年的书要那么厚。医学这个专业的话，你就是本科毕业，它不是不好就业，它是无法就业。基本上的话，3甲医院都得要博士学历。30岁的时候，其实他刚刚进入到事业的起步阶段；40岁的时候进入到事业的上升阶段；50岁的时候才会进入到事业的发展高速期；60岁可能到了顶峰；70岁他退休了吗？不是，他被返聘回来了。所以说的话，学医的时间成本会比较高，厚积薄发。
但是有些专业不是这样，你像计算机，大家觉得这个好专业，对吧？这可以快速挣钱。3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事业的顶峰了，到了40岁的时候，已经到了事业的秃头期了。秃头期了。对，因为他用脑过度嘛。哎，我从20多岁就是秃头期。凯叔，我说这句话我没看着你说，你看了我一眼，我没，你就是看了我一眼。最重要的还是要用专业性去打动考生和家长，去告诉他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好，现在场上2位家长，如果说未来自己的孩子在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刚好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又有意见相左的，有这样的一位老师，你们会愿意听吗？凯叔，虽然他刚才提到了秃头，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跟孩子有冲突，但是依然愿意听。因为孩子在这方面，在人生选择方面，可能会需要很多参照的标准，最终还是让他自己做决定。对，樊登兄，我跟雪峰认识，对，所以可以免费咨询。登哥什么时候不考虑钱的事儿？我觉得怎么要试听7天是不是？关键呢，我是觉得这事儿没那么重要，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本科学什么，将来出来干啥都有可能。人生是很复杂的，你最后学了一个供暖专业，对吧？将来出来当个哲学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刘慈欣人家在那个矿上工作，人家写小说。我大学学的是金属材料和热处理专业，对吧？我现在讲书，然后搞这些东西，所以人生确实很复杂。樊登老师所说的那个，我个人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啊，因为有些专业的专业壁垒是很高的，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比如说像有一个专业叫生物医学工程，还有一个专业叫生物工程，这2个专业你看好像就差医学2个字吧，干的活完全不一样。生物工程上大学学的专业课主要是生物和化学类的专业课，生物医学工程上大学学的是物理类的专业课。像刚才樊登老师说的，那都是一些像低门槛的工作，比如像主持人呀，对吧？像低门槛的工作，低门槛。是可忍孰不可忍，韩哥，你这不是跟我认识5年了吗？这不是？没，我就举个例子，也一定要圆回来，雪峰老师一定要圆回来。雪峰，我还是要帮你圆回来啊！有一些专业，别看门槛很低，但是真正往上爬，它难度很高。是的，比如说我们主持人这个，对，能说话拿话筒好像都能当主持人，但是能成为好主持人，难度太高。是的，非常大。这是你的本意吧？对，好。感谢救命之恩，感谢救命之恩。我说你这个头怎么那么亮？不，思考的多，对，思考的多，对。他讲课特好玩，对，特别有意思。但是每次你讲话非要把一口气都讲得快完了，感觉要憋死那个状态嘛。对，因为我想给大家传递更多的东西，基本功不扎实，找李磊老师好好练练啊。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接下来一个个的请啊。好，谢谢，谢谢。哇，我要先跟小何老师握个手，我看了他的视频。他握完手之后，第一面见面之后，他能分析这个人，就握手这一下，他的视频最起码讲3到4分钟，讲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身体怎么样。你也是学中医专业的吗？就主要是见得多，我们大量的跟游客见面，可能这方面有少些的经验。我们想问一下小黑老师，大概您1年大概接待的游客量大概有多少人？平均每年1000人左右。平均每年1000人，在这个行业当中，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没有太大的概念，数字概念。我们的概念都是，雪峰1年跟多少孩子讲这种公开课？我一场1000人，一场1000人。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好，就是这1000人是跟我同时共同生活5到6天的1000人，正常人不会超过400。那我干20多年下来，那有很多人跟我共同生活过6天。凯叔觉得他和别的导游有什么不一样？他的所有的短视频我几乎都看过啊，他导游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我还是愿意看他的导游的视频，是因为他的视角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前2天我看一视频，到少林寺去，说少林寺的和尚到底能赚多少钱？这个有点猛了，新视角。
所以他的视角都特别独特。你觉得他其实也是在讲一个故事？他其实也是在用他的涉猎给大家讲每一个名胜古迹背后那些之所以让它成为名胜的那些原因啊。特别想问一下小黑，就是要做到跟其他的导游不一样，在导游之外，其实下的功夫会要其实功夫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个我要长得黑，原因就是显得所有的游客长得好看，对吧？这游客不讨厌跟你合影。那你看像他的话，一寸托，这小伙子很帅，向您就很有气质。您一过来也让我们很亲切。最重要的一点是视角不一样，就看问题的角度的确，说的不一样。开叔，举个例子哈，梁山伯祝英台，但凡你有幼儿园的学历，你就知道梁山伯祝英台、许仙白娘子。但是绝大部分人要么站在梁山伯的角度看问题，要么站在祝英台的角度看问题，要么站在观众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你们怎么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看问题？是吧？马文才是无辜的，爱一个人有错吗？没有错。马文才爱上了祝英台，按照当时参加了高考，而且考研成为了领导干部，对吧？考完研以后，结果呢，结婚当天明媒正娶啊，半夜12点，自己的未婚妻跟他讲说，我要去看看我的前男友。要是我过去就直接打起来了。马文才很大度说你去吧，结果一头撞死在墓前，婚礼变葬礼。你们现在还所有的人歌颂唱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马文才做错什么了？你们凭什么呀？这马文才是冤枉的，我是马文才的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哇，对吧？哎呀，声情并茂。所以你看啊，这个真的是角度不一样啊，对别人的吸引就不一样。其实也是讲故事。其实你发现没有，他讲故事跟我们之前讲的，他首先就来一个坡道，对，首先来个坡道，然后中间1、2、3，为什么？他会换个起点讲故事，对，出发就不一样，对，风景就不同。其实说到讲故事，那我们今天站在现场的人啊，都会讲故事。那么咱们出个题来试试看啊，讲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能不能够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试着讲一讲？谁来讲一下？凯叔啊，这凯叔一定讲过，专业是吧？熟。对，好，我讲。我是一只苹果。哦，苹果的角度啊，原本是一只健康的、油亮的苹果，但是有一天早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一只褶皱干枯的手，把我从兄弟们之间拿起来。这个老太婆用昏黄的眼睛盯着我，居然充满了笑意。你是世界上最美的苹果，就应该送给最美的那个人吃，尽管它再也不会美了。等我见到那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时候，他看着我，滴答，滴答，滴答，口水，咔嚓咔嚓一声，他咬了一口，扑通，白雪公主死了。王后又成为了那个世界上最美的人，她随手就把掉了一口的我扔到了一边。她万也没想到，若干年后，有一个小朋友看到了我，他姓乔名不思，他很厉害，厉害到你们现在随时随刻可以看到我的剪影。你们仔细观察，白雪公主的牙好齐呀，好齐呀。这个简直太厉害了！这结尾好，太好了，对，太厉害了。你知道我打算怎么构思这个？我们讲构思。对，就是我会跟孩子把完整的故事讲一遍，就原来那个故事讲一遍，因为白雪公主一吃那个苹果不就下去了吗？然后我说你从这故事里边看到什么问题了没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能指望一个王子过来亲你，亲你是没法让这个苹果出来的。这时候我要教你一个叫海姆立克急救法，所以带着孩子来做海姆立克啊，这就特实用。
所以你看我这就是居家男人，就是讲完了以后学会一个实用技巧，对吧？哎，这个挺好，这个挺好。韩哥，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从那匹王子骑的白马身上，你是那匹马，那匹白马载着王子和公主回到了皇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白马默默地发问：你们从不曾问过我的身世。我原本是西海龙宫的三太子。哎呀，化身白马陪伴师傅从东方去往西方之后，师傅回了东方，我留在了西方，成了王子的坐骑。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故事，不要再看这个了，去看一看4大名著《西游记》。还跳到那边去了，两个这个引子串联一下。咱们再聊一个韩。哎呦，再聊一个感觉。来，凯叔，您歇着，您歇着。对，举一个例子啊，所有人有没有想过，7个小矮人叫什么名字？啊？有吗？你们没想过吗？ 2娃、3娃、4娃，肯定有名字。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7个，不是6个？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张雪峰老师，我跟他聊的一定是 AC 米兰。樊老师就。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没有秘密的。哇！声音是每个人散发出的香气。我今天请你吃饭喽。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所有人有没有想过，7个小矮人叫什么名字？啊？有吗？你们没想过吗？ 2娃、3娃、4娃，肯定有名字。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7个，不是6个？因为一个礼拜有7天，每天都需要一个给他讲故事，对吧？每天晚上给你讲故事。第一天那个小矮人叫凯，第2天那个叫什么？叫凡，第3天那个叫雪峰。哦，因为你要针对你的客户的需求。哦，对，所以就是您可以在这个导游的过程当中，把所有游客给他带入到每一个您的讲解当中，针对性更强。那我很好奇，像您这么优秀了，在您导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无法沟通的情况？哦，有还是有。现在比较麻烦的、比较难的就是文明旅游，对吧？是。但是我们导游实际操作的时候很难，比如说，有游客随地大小便怎么办？小朋友吧，大人也有。前几天刚刚上热搜嘛，真有，真有。你不信问张老师，好像是他一样，你说真的是太难了。你如果劝。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被投诉，因为你不给他大哥搜一下，就出事儿，打住，你挨骂，对不对？这不合适啊！很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法，就像我的话有2个微信号，你们知道吗？一个就是导游杭州小黑朱美，另外一个微信号是什么呢？叫吴吉一。那么都拉到同一个群，把所有的游客把你们都拉进来，小号，2个人聊天。那个吴吉一先说：“哎呀，朱导，有人随地大小便，真丢人呐！”不会吧？应该不是我们的客人吧？我们的客人素质都很高的。哎呦，这个吴吉一句说：“真的，我看得真的，那个人好像姓樊。”不可能吧？这个人素质很高的，经常给你们讲那个知识。真的。我差点拍照片了，你车上一定要讲。然后我上车的时候，我说：“哎呀，刚才有人说我们有游客随地大小便，我觉得不可能是我们的客人嘛。”啊，你看我没做坏人，戏精上身，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小黑，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场上的这几位，就您一上场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观察，如果是您的这个游客的话，每个人大概喜好度会在哪样的一个方向或者哪个维度？其实，如果一个专业的导游的话。其实是没有秘密的哦，比如说看到名单里面张雪峰老师，我跟他聊的一定是 AC 米兰，因为他是铁粉哦。因为早上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跑步回来，身上有 AC 米兰的标志。对，我穿的 AC 米兰的队服去跑的步。哇，像樊老师就特别不愿意八卦，因为他觉得聊人家八卦就是聊人家的伤心事儿，所以他不太愿意去聊人家的八卦，甚至你聊八卦的他会提醒你，我们不要聊这样。哦，哎，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刚才跟您助理聊天了。
助理暴露了。我们导游首先求的是哪些话题尽量不要聊。把这个排除以后再聊哪些是可以聊的。比如说，我绝对不跟凯叔聊奥斯曼。新疆的朋友从小的时候某一种东西叫奥斯曼，能够让这个眉毛变黑变长。但是我跟他聊这个，他担心我抹头。对，会伤人，所以这个话题我会避开，我就不聊这个话题。但我不会主动跟你们聊，我会引你们。原因就在于台上这些都是表达能力很强的人，其实你们静下来是愿意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在那不被人打扰。所以我说我的，你感兴趣的时候，我不断勾搭你，就自然会问，你会问的时候就可以。然后像这个很棒，张雪峰老师、樊登老师，我只要点到这个位，拨动他的心弦，他会很兴奋的把东西讲给你听。这时候你只要在旁边，优秀，然后容易赢得好感。你首先要赢得他的认同，他才会跟你交流。真不容易，是这样。导游真的厉害，不容易，厉害。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其实做这一行的也要跟小黑老师多多学习啊。对，我们谢谢小黑啊，谢谢您，谢谢。来，最后小黑老师，我们请李磊老师，李磊老师啊，我们请那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刚才听了一下，但是具体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现在在做的叫声音培训，如果放在台湾地区呢，它就叫做声音美化师或者调音师。就是每个人天生就是一架优美的乐器，但是你会不会演奏自己呢？不一定哦。同样的一个琴，然后朗朗弹跟我弹就不一样，他弹命运，我弹杀鸡。因为我们知道声音的发声的这个系统啊，它就是这个声带的就这一块是吧？它这个厚薄啊，很多都是先天就已经决定了的嘛，它是后天就真的能够调整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或者很大的改变吗？比如说周迅天生的声音扁，而且比较的暗，所以他一声靖哥哥，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了。但是周迅的声音节奏非常好，所以后来他在做那个纪录片配音的时候多动人啊！在您看来，一个专业的就是去塑造和研究调整声音的，你觉得他们？所以得罪人的时候来了，对吗？声音是每个人散发出的香气。哎，这个我喜欢、对吧？这个比我每个人香气都不一样吗？对。咱们从最佛系香的开始哈。樊登老师。有没有注意他的声音走得很远，特别稳定，叫声若洪钟，说的就是他这种声音。就每次抢麦能抢过来。这种声音的问题是什么呢？让他挑战一下，像凯叔那样，今天是孙悟空，明天是妖怪，后天是有来有去，就变化度它就不高，因为它过于稳定。没法装各种各样的东西，稳定。哎，你的意思是凯叔特能装啊？演呢？特能演。凯叔的声音叫有戏感，有戏感的声音就是他那个声音的层次和感情就很清晰，还有他会换不同的发音区位。我们正常说啊，我今天请你吃饭，在这儿啊啊啊，我今天请你吃饭，然后我们往上走爬一点啊啊啊，我今天请你吃饭，夹子音。那如果我们往下爬啊啊啊，我今天请你吃饭，老爹音，对吧？啊，还有那茶里茶气的，无非就是呼吸嘛。我今天请你吃饭呢。我没空。在我看来，其实就像公式一样。哦，你比如说，声音它有前有后，啊啊啊在前，哦哦哦在后，是吧？对。啊，有高有低。然后气息还有强有弱，如果再加上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他的性格又不一样，马上出来的那个角色就不一样了。声音靠后，低，气息强劲，性格乖张。就冷血的控场王，对，就是这种声音，就这样。所以它跟人格完全有关。凯叔就能变换不同的人格。我们俩这声音就这样了，也基本上也接受，对吧？还不错。雪峰还有救吗？对，雪峰还有救吗？你能给他把声音稍微弄好点儿？我怎么就需要救呢？你首先用声量非常大，然后你用声如果不科学的话，特别容易声带。他嗓子就哑了。我怎么觉得我时间不多了啊？
就雪峰这个声音稍微往下调整一点，你说话就省力。哦大家都可以试，找自己第2粒纽扣的位置。哎，我第2粒纽扣在腰上，纽扣在这儿，位置有点下。找第2粒纽扣，然后你就用一个啊的声音，要感觉到这儿有震动，如果震动在这儿啊，就太靠上了。震动在这儿然后顺我叫张雪峰，你声音就很舒服。这个和声音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我感觉可能是脑子受到了一些刺激。我的声音呢？小黑的声音其实辨识度很高，哇，所以小黑如果带一点呼吸，然后你支点再好一点，那么你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轻松和圆润。主要是要穿透力强，因为现场讲解的时候可能50-60人100把人啊，你要精准的打到主要录你那个相机那里，你要打过去。你好，来了。你刚注意说你说你好的时候，你吸了一口气啊。对。平时你没有吸气习惯。对。讲这一天，你觉得嗓子累吗？哪儿不累？你会觉得？我就肚子累。哎呦，很多人没有练过声，但是因为他天然的他的工作就是说话多，说多越多，他自己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对。这属于土办法，他自己练成了。我特别喜欢一个配音艺术家童自荣老师，现在80多岁了，依然是王子音佐罗的声音，特别明亮的金属感。就是你的声音共鸣有多高，你就能有多年轻。你注意看，好声音都有好身材，他的那个身材一丝赘肉都没有。你看这赛收腹了，登哥尽力了，拼了！我刚才一下，我是靠天赋。陈明很好，嘴唇的控制力度很好，所以他有公子音的感觉。公子音，他的夫人就是播音系的老师。果然家教很好，所以有公子音的感觉。是的。哎妈呀！你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平常自己天天在说话，原来说话这个背后有这么多的。都没入门的感觉，自己真的觉得这么多年自己话白说了。我们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对于我们小兄弟也好，对于我们电视前观众也好，我们感谢今天所有来的嘉宾，给我们呈现了一场这么精彩的语言的盛宴。说话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技巧，当你真的是用情了，然后用真心去感受这个人，去体会这个人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真的是会有变化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希望大家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呢，都能够变成你最在乎的那个人心目当中最会说话的人，而不是变成所有人心目当中最会说话的人。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欢迎来到《天天向上》2022年新时尚发布会现场。斌哥和马老师呢被誉为是时尚界的伯乐啊。马老师是北京国际时装周的副主席，参加了刚刚结束的2022的春夏上海时装周。现在的上海时装周让我感受到很多能量，是真的是国际的能量，而不是只是中国的能量。中国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目前在国际的时尚排名已经是遥遥领先。我们今天天天向上2022新时尚发布会呢，我们3位策划人呢也邀请到了中国新锐设计师当中的佼佼者，为大家呈现时装秀。哇，真的好美啊！京剧，哇，功夫熊猫！你们这些瞎扯，什么功夫熊猫，它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材质。其实选合适的帽子主要有3点，可是万一搭配不好的话，我们会担心。这就是刺头啊！马老师，哇，太帅了！好漂亮，仙女，一群仙女。这大概就是梦中婚礼的时候吧。我觉得五彩斑斓，空气刺绣，想象在水中墨水散出来的一些状态，空气烟花，手绘的花花，还有切碎的蔬菜。所以特别想把戏剧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有种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对，就像在一个小剧场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坐在位置上，好酷啊！好帅、哦！设计师一直隐藏其中。
你当用这种电影的形式来展示这场秀，然后再看到这一些细节，我真的觉得是一种很贵族的感觉。谢谢。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地域的少年的形象。他用了不同的面料的拼接、不同的工艺，你会觉得如此的和谐。看到面料其实都是压制的。天哪，摸起来我这20几年对于定义改变了。接下来呢，我们场上所有的人可以在4位设计师的作品当中给自己搭一套服装，完成变身。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感谢独家冠名商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